欢迎回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讲一个从湖边石头缝里慢慢冒出来的故事，它不是吓人的鬼故事，也不是历史教科书里的大人物传记，而是一个关于水怪的谜。对，你没听错，就是那种你小时候幻想过的湖里会不会真的藏着什么巨大的东西，像侏罗纪公园里走错了片场的那家伙。只不过这次我们不是在苏格兰湖边看尼斯湖水怪，而是在中国新疆的喀纳斯湖。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评论区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现在是几点，这套操作得有哦。我们要约好一起出发。我猜啊，你是不是已经钻进了被窝呢？来吧，请把灯调暗，空调温度设置到刚刚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喀纳斯湖听起来像个仙气缭绕的地方，确实也是。新疆阿勒泰深处一片静谧的山地间，这个湖面像翡翠一样的湖泊一直静静躺着。它的名字在蒙古语里意思是美丽而神秘的湖，但这个名字大概没告诉我们这湖美丽的有点怪。故事的起点要从1985年说起。那年一个阳光正好的夏天，新疆电视台的一位摄影师带着摄影机到喀纳斯湖拍自然风光。谁也没想到，他拍到的不光是雪山和松林，还有一段模糊的有点离谱的视频。画面里，湖面突然泛起一大片波浪，有东西正呼啦呼啦地在水下游动，尾巴像一根搅拌器一样搅着水花，速度极快。他当时想的是，哇，大鱼啊！可回去一剪片，大家都说不对，这个像蛇又像鲸，难不成是水怪？就这样，喀纳斯湖第一次以湖怪的身份走进了公众视野。这段录像播出后，全国观众炸了锅，有小孩晚上不敢睡觉，非要爸妈讲水怪的故事；有中学生立志当科学家，要去找出它的真身；也有老头老太太说，我们小时候也听说过湖怪，但都以为是编的。传闻像炸开的蒲公英，随风飞进了很多人的耳朵。那个时候没有微博，没有短视频，更没有什么流量密码，但这事儿就这样热了起来。在那个年代啊，那个交通，那个不带空调的绿皮火车，那个破大巴车，有人甚至从广州、上海特地坐火车到喀纳斯，说要亲眼看看这怪物。你说说这当时的狂热程度。而这个话题一火，就再也没停下来过。直到如今的新疆旅游热，喀纳斯湖依然是热门而又神秘的旅游景点。哦，对了，说到这个水怪话题，我当时查阅资料时还在 YouTube 看到了关于尼斯湖水怪24小时的直播。这个 YouTube 频道名称叫 Nessie on the Net， 这个直播视频的名称叫 Nessie on the Net Loch Ness Monster Live Cam， 链接我放在说明栏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当时看了一会儿，湖面一片宁静，啥也没有，差点给我看睡着了。这个频道目前已有6000多人的订阅，看来他们都想在这个直播中亲眼看到尼斯湖水怪的真面目。据我了解，未来新疆的喀纳斯湖也要开通类似的直播，在哪个平台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会帮大家盯着这事儿。官方一旦开通了直播，我会第一时间发帖子通知大家。好了，现在我们要倒回到1987年，一位地质研究员在湖边露营，他凌晨5点起床泡茶时，偶然看见远处湖面像沸水一样翻腾。那不是风，他说，因为当时四周一点风都没有。他赶紧拿起望远镜，看见湖中央有一长条黑影缓慢游过。他后来在笔记里写，那不是鱼，更不像水鸟，我觉得是某种我们还没分类的动物。但也有人笑他太紧张，说你这不是看花眼了吗？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湖面水汽腾腾，
啥影子都可能变大几十倍。他没再争辩，可回到单位，他悄悄地开始画素描，把他看到的湖怪画成了一本小本子，每页一个角度。后来有人说，那画的有点像海蛇，但带鳍。你以为这就完了吗？1990年又出了一件事，一个登山队在湖边扎营，半夜被一阵奇怪的咕噜噜声音吵醒了。起初以为是有人夜里下水洗澡，可打开手电一看，湖面空无一人，反而那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几个人站在岸边不敢动。过了几分钟，湖里突然炸起一大片水浪，一道黑影像潜艇一样从水里冒出来，又迅速沉下去。有人大喊：“是他！”另一个人已经吓到忘了拉裤链。第二天，他们中的一个登山员就在日记里写：“我不知道昨晚看到的是不是水怪，但我知道我们都没喝醉。”从那以后，关于喀纳斯湖水怪的新闻几乎年年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不是有人看到水面掀起波纹，就是某个导游说带客人看到水里有大东西。人们都说的神神秘秘，有图没图，有影没影，像极了都市传说那味儿。但奇怪的是，这事儿从来没有被辟谣彻底，每次总有人说科学无法完全解释。你要说这都是传说也行，但一个湖能被讲出这么多故事，不能说它没点料。更何况几乎每一段传闻都在描绘一个共同点，那是一种大型水生动物，黑色或灰褐色，有背鳍或驼背样特征，动作迅速，不时在湖面掀起巨大波澜。听起来像某种鲸鱼，可问题是，喀纳斯湖是个内陆高山湖，远离海洋，谁家鲸能跑到这来呢？于是开始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古老生物的残存，类似活化石，从地质年代一路苟到了现在。也有地理学者指出，喀纳斯湖的湖底结构非常特殊，最大深度可达188米，湖底还有复杂的暗沟，像地下迷宫一样，这就为某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藏身之处。更有趣的是，每年7月、8月，水怪的出没频率会明显升高。有人专门统计过，历年来有记录的水怪目击事件中，超过75%都发生在这2个月。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每年固定时间浮出水面，是在迁徙还是在觅食？当然，也有一些理性派跳出来说，你们别被吓到了，那不过是群体游动的鱼群，尤其是一些大个体的红鳍龟、折罗龟，游起来像个浮标似的，几十条一起活动，在阳光照射下就显得像怪物。听上去是个解释，但问题也多。比如，那视频里的动作不太像鱼群的轨迹，更像一种有意识的移动。再比如，为什么它总在一些人不多的清晨或黄昏现身？难道它也懂避嫌？不管怎么说，从1985年到现在，喀纳斯湖怪的故事就从没冷过。几十年来，它像个谜语，一半被科学揭开，一半躲在传说里。它既像是大自然的恶作剧，也像是某种未解之谜的线索，让人一脚踏进湖边，就忍不住想喊一句：“你到底在不在？”可惜，每当这时候，湖水只会静静晃动，像是在说：“你猜啊。”如果你以为只有那段1985年的录像和几句吓唬小孩的传说，那我们可能就太低估喀纳斯湖怪这几十年来的观众缘了。接下来，我们就得拉开听众投稿箱，听听这一个个目击者的亲口讲述，像是接力一样，把这个谜团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推到今天。这些讲述里有惊呼，有疑惑，也有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桥段，但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湖怪真的存在吗？最早一批目击者里有不少是本地渔民，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湖水的性子，却也最早开始在茶余饭后悄悄提起那玩意儿。有个图瓦老汉曾在村口说，
他年轻时划船到湖心打鱼，船底下突然黑压压地飘过一条影子，长度比他的小木船还长出一截，关键是速度快，划过去时连个水泡都不留。他吓得划桨的手都发抖，转头就靠岸跑了。多年后他说，不是我胆小，是我知道那不是鱼。当然也有人质疑说这老头是想吓孙子，结果不小心吓到全村。但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让这件事在村子里流传了几十年。1995年，有个广州游客，一家4口带孩子来喀纳斯露营，他们把帐篷扎在湖边草地，孩子在湖边玩水，老婆在晒太阳，男人自己拿着望远镜看风景。那年湖水清澈得像一面镜子，他原本是想看野鸭的，结果突然远处出现一连串波纹，从湖中某个点迅速向外扩散。他下意识调焦，透过镜片看到一个深色弓形的东西正快速移动。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肯定不是船，也不像鱼。我看到它在动，像是在水面下滑行。他拍了张照片，哎呀，这个照片吧，模糊的像90年代的鬼片，我就不给大家看了。但可以看出湖面隐约有个影子。那年这个影像还上了杂志，封面写着喀纳斯它深处的秘密。此后几年，几乎每个夏天都有人来找怪，有户外探险队，有高校自然科学系学生，有民间猎奇者，甚至还有穿着迷彩服的神秘摄影师。他们带着各种设备，架着三脚架，24小时轮班拍摄。有一年，某电视台搞了一次湖怪24小时直播，直播间弹幕密密麻麻，大家都盯着画面，生怕错过什么。可惜2天过去，除了风吹草动，就是几只鸭子游来游去。虽然没拍到怪物，但并没浇灭热情，反而让这片湖变得更加神秘。而最离奇的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2004年，一对刚新婚的年轻夫妻来度蜜月，男的是搞摄影的，女的是写旅行播客的。他们凌晨3点起床，想拍日出，结果没看到太阳，反而看到了他。他们说湖水本来平静如镜，突然中间炸出一股水浪，一根巨大的背影像潜艇的几倍从水中穿过，约有3-4米长，在湖面划出一道深槽，尾端掀起的水像拍岸一样。他们愣住了，一动不动。男人举起相机，咔嚓几张，回来放大看，全是糊的。一般这种照片都是糊的，不糊不真嘛。但那画面上确实有一条延展的黑影。他俩把这事发在博客上，引起数万人转发。还有人留言说，我前年也看到了，差不多就这个位置。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了微电影，标题就叫《他和他的蜜月》。更爆笑的一位是来自东北的大哥，他来旅游不信邪，一边喝酒一边在湖边喊，你不是有水怪吗？出来呀，我请你喝啤酒。结果当天晚上他拍视频时，镜头里突然出现一道黑影划过湖面，他酒都吓醒了。第2天跟人说，我可能说了不该说的。他上传的视频虽然模糊，但因为他本人讲述太生动，火了。但人们也不再问那到底是不是水怪，而是问他，现在还敢喝酒不？除了游客，村民也有一些户外专业人士提供了更细节的记录。有一次，一个户外团队划皮划艇在湖中穿行，忽然水下传来一阵类似低频轰鸣的声波，震得人胸口发闷。他们拿出水下听音设备，录到一种不明水下生物发出的低频嘶鸣。他们找专家分析，结果音频频率和一般已知淡水鱼类完全不符。有人猜是地壳活动，有人说是未知生物，他们没下定论，但都承认这声音挺不对劲。多年下来，目击故事越积越多，真假难辨，有些说的天花乱坠，有些冷静具体，还有些
是听上去就有点导演味儿的段子。可不管怎样，有一点令人好奇，为什么这些故事里描述的东西越来越趋于一致，都是大型、深色，有背鳍，有速度，偶尔伴有水声或波浪，几乎像一份不约而同的共同记忆。如果说几十个、几百个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在不同年份、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说看到了类似的东西，那要么真的有东西在那里，要么我们所有人都中了同一种错觉。而错觉也好，线索也罢，喀纳斯湖似乎正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能彻底揭开他面纱的人。而在那之前，这些目击记录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初的谜语碎片。你或许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关于湖怪的传闻、讲述、目击，可有没有什么真正被拍下来的证据？毕竟再热闹的传说也敌不过一帧清晰的画面。而在喀纳斯湖历史上，确实留下了一些让人头皮发麻又哭笑不得的影像素材，它们被反复播放、截图、放大、分析，却始终没人能给出一个100%靠谱的解释。现在就让我们回头看一看那些镜头下的湖怪到底长啥样。先讲一个最著名的录像，时间是2005年夏天，画面由某地级市电视台记者拍摄。这位记者原本是来拍风景，带着小型 DV 机在湖边闲逛，没想到当天傍晚，湖面突然有大范围涟漪扩散。他下意识举机拍下10多分钟的画面，记录下湖面中央几条翻涌的水线，并在几帧里出现了类似尾鳍翻转的黑影。回放时他自己都愣了，直接拷贝进电脑逐帧分析。这段视频后来被各大平台转载，甚至有节目拿来做特辑配音，说这是中国尼斯湖怪的首次高清登场。不过说它高清有点夸张，毕竟那是10几年前的设备，像素不高，画面抖动剧烈，但还是能看到那条黑影似乎在逆流前进，带起的水波完全不像正常鱼群。而这段视频也成为了喀纳斯水怪影像资料第1号，被不少民间爱好者奉为基石证据。2009年又出现一段更惊人的画面，这次是一个野外旅游博主拍到的，他正录着自己走在湖边小道的视频。画面里他正在讲，今天啥也没看到，估计水怪又下班了。就在他说完这句话，远处湖面忽然出现一团扭动的黑影，在镜头中不断靠近，大约持续了10秒钟。黑影翻滚着，似乎是多段体节连接的结构，然后快速潜入水下，湖面只剩下一道荡开的波纹。这个视频上传当天就被疯转，有人质疑说是 PS 合成，有人坚称看得出是真实拍摄，还有人声称自己在那个位置也拍过类似的东西。有电视台特地请来专家进行图像分析，说这段画面并未出现明显的剪辑痕迹，水体纹理和光影符合真实情况。也就是说，视频是真实拍摄，但拍到的东西是不是水怪，就没人能保证了。而最令人着迷的影像出现在2013年，那是一段由红外热感摄影机记录的湖面活动。某自然研究团队为了监测湖泊生态，在岸边架设了红外摄像头，进行24小时轮班拍摄。结果在1个月后回看资料时，发现一段异常视频。画面中，一个巨大的热源在湖中心出现，沿着湖面缓慢游弋，尾部呈现出明显的 S 型轨迹。根据热成像计算体积，这个热源物体可能长达10米以上，宽约1.5米。有人说这可能是暖流在冷水中的流动图像，也有人认为是某种大型动物产生的热能。但问题是，这段画面只出现了大约2分钟，之后便无影无踪。这些视频一个个像碎片一样出现，像谜题的一角，却又彼此无法拼接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有专家提出，这些影像可能来自于
湖中大鱼群集体活动，尤其是在光线变化剧烈的清晨或黄昏，湖水中光线折射容易制造出多重影子或视觉放大现象。而对于红外成像的那段，则解释为地热活动导致水下热气上升，也就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误读。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真的是地热，为什么这些热源轨迹会移动？如果是鱼群，为什么从未有清晰画面记录群体头部或尾部的分散结构？再说了，这种影像出现的频率也太巧合了，偏偏都出现在观察期最集中的时候，偏偏从未被路人随手拍下过高清全貌视频。是水怪太聪明呢，还是摄影师不争气？民间影像爱好者可不这么想，他们自发组织了影像分析小组，有人在网络平台上传了大量自己剪辑的分析视频，有人用增强对比的方法强调黑影轨迹，有人用水面波纹规律来反推移动物体的体型，有人甚至用建模技术复原水怪可能的三维样貌，各种版本都有，有像蛇的，有像鱼的，有像海狮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像极了《侏罗纪》里的蛇颈龙，仿佛一不小心穿越了。当然，也有极端一点的说法，这些视频是地方宣传的策划产物，是为了发展旅游，把湖怪变成文化符号。有人翻出某些目击视频的拍摄地点，恰好是湖区几个新开发的旅游栈道附近，说这是营销团队的精密部署。听上去好像也有点道理，但问题是，这些传言最早出现在80、90年代，那时候可没什么短视频平台，也没有地方直播带货，靠着一堆胶片和录像带，是怎么策划出一连串几十年不断的影像线索的？难道真有人为了宣传费，提前30年就写好了剧本？更有意思的是，国外也有一批专门研究水怪影像的爱好者，他们将喀纳斯的录像和苏格兰尼斯湖的资料放在一起做对比，发现两者的轨迹特征、体长比例竟然惊人相似。有外媒专栏专门报道了这一点，还配上标题：难道神秘生物拥有跨洲亲戚？你看，镜头下的湖怪，从一开始的模糊不清，到后来逐渐形成一套轮廓标准，越来越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动物。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镜头能把它彻底拍清，没有一个镜头让我们可以说，你看，这就是它。它始终差那么一点，像故意与我们保持一段神秘距离。我们始终只能看见它的尾巴，猜测它的背影，记录它留下的漩涡，然后反复放大截图，试图从一片涟漪中看出个脑袋。于是，一张又一张照片，一段又一段视频，就这样被储存在数据库、博主的硬盘、电视台的档案馆和探险者的 U 盘里，成为喀纳斯湖水怪若隐若现的证据链。它像是在告诉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但你永远看不清我，我就在你眼前，但我从不正面出镜，镜头拍不到的东西反而更像神话，而越是模糊的影像，人类越容易相信它存在。在所有关于喀纳斯湖怪的讲述里，最让人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有些人总能撞见它，而另一些人即便在湖边待上一整个月，也连个浪花都没看见。这不是买彩票，讲究概率，这更像是一种被选择的感觉。于是一个细思极恐但又理性的猜测开始在水怪迷之间流传，有没有可能只在特定时机才会现身？而这个时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首先，时间。翻阅历年来的目击记录，几乎呈现出一个令人意外的规律性。超过80%的湖怪出没都集中在每年的7月和8月，尤其是日出前后或日落前1小时。不是正午，不是深夜，而是那种光线正在变动的灰色时段。太阳刚露头或刚要沉下去的时候，
湖面最容易出现那种波光粼粼中带点朦胧的状态。就在这种朦胧中，它似乎最愿意浮出水面，打个滚儿，游几圈，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这是自然光折射造成的错觉，但也有摄影爱好者坚持，正因为光线变化，才更容易拍到真实动态。他们设置设备拍摄清晨5点到7点，或者傍晚6点到8点的湖面，结果真有几次在清晨时分捕捉到水面上奇怪的波纹轨迹，不像风吹，也不像普通动物在水中滑行。其次，天气也是一个隐藏变量，大部分目击事件都发生在风平浪静或微风不动的时候。换句话说，湖怪很少在湖面波涛汹涌的时候露脸。这个细节其实很有趣，说明湖怪的行动并不需要借助大风或浪潮，而是在相对安静的湖面下自主游动，甚至主动浮现。这和某些鱼类趁浪跃出的习性正好相反，反而更像是哺乳类动物或大型爬行动物的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它像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不是随水而动，而是选时而出。有一次，一支科研小分队在7月初布控了6台高精度水下监听器，想捕捉湖底声音和异常活动。他们在连续2周里，只在晴天的清晨和傍晚记录到几次低频水下震荡，而在阴雨天或强风天，数据完全平静。这是否意味着湖怪也偏爱晴天，不喜欢雨天出门？还是说，那其实是湖底某种隐秘通道，只有在稳定天气下才开放？而更引人思考的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现象，就是目击者站的位置。有资深摄影师总结出一个规律，喀纳斯湖最常出现可疑活动的区域，集中在湖心偏东南方向的一段深水带。那片区域的水深超过170米，是整个湖泊中最不易探测的地方。湖底还存在一条据说通往地下泉眼的竖井裂缝。在多次目击视频中，这一区域的湖面出现过剧烈波纹翻滚，水面隆起，甚至黑影游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航拍记录，清晰地拍到一团巨大的水涡自湖心慢慢扩散开去，没有风，没有船，却像是某种东西自湖底突然上浮，引起了水面急剧扰动。拍摄者当时还以为是地震前兆，结果事后没有任何地震记录，只留下那段30秒的录像，成为后来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亲眼看到水怪的全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看到一串连贯的波纹，或一条巨大的黑影从水下横穿。而这些黑影在运动轨迹上有一个奇怪的共性，从不直线穿行，而总是呈现出一种 S 型游动路径，像是某种有骨节的生物在水中扭动身体。这和我们常见的鱼群直线突刺型动作完全不同，反而像是某些古代爬行动物靠身体波动前进的模式。也正因如此，有研究者大胆提出一个假设，湖怪可能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鳍，而是靠脊椎扭动推进。这种设想虽未被证实，但和多个视频里水纹波动轨迹高度吻合。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根本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鱼类，而是一种还未被分类的远古水生爬行物种，长期栖息于喀纳斯湖深处，仅在少数几天、几个时段、某个特定气候状态下才会浮上水面？或者退一步讲，它可能只是一种独特的湖区现象，受到多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幻影式生态异常。也有一部分神秘派观点认为，湖怪可能拥有类似周期活动的习性，像候鸟迁徙，像鲸类浮游，遵循某种内部生物节律，而这种节律与季节、磁场、气温甚至月相有关。比如，有民间统计者发现，多数目击事件都出现在农历初5到15之间，
正是月亮渐盈到满月的阶段。听起来像占星术，但谁也无法完全否定大自然对月相的响应。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个细节，那么多看见湖怪的人，多半都不是一次性游客，而是湖区附近长时间驻扎观察的拍摄者、研究员、当地居民。这是否说明湖怪的露面门槛极高？只有当你足够接近他的生活节奏，才能真正成为他愿意见的人。像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筛选见证者，这种选择听上去很超自然，却又有种不可言说的合理。就像某种动物不会随便靠近人类，它有判断、有习性、有规律。哪怕你用高清镜头全天候监控，它也能绕过镜头悄悄浮现，然后再慢慢沉下去，只留下一片你无法解释的水纹。说到底，水怪是否存在，我们或许无法现在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从不随便现身。它的时间表只属于那些耐心等待、静心守候、足够安静、不问为什么的人。于是每年7月和8月，成群的人再次踏上湖边栈道，悄悄架好镜头，在天刚亮的时刻屏住呼吸，希望下一个出现在湖面上的不只是风起浪涌，而是一段在光影间掠过的轮廓，一段改变他们人生的10秒。喀纳斯湖从来都不只是美，它还有种叫人想不断靠近却又止步于岸边的复杂感。有人说它像块绿宝石，镶在阿尔泰山脉之间，也有人说它更像一个沉默的容器，把时间和秘密一起装进去。而随着湖怪传说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试图从更冷静、更科学的角度去问一个问题：这片深不可测的湖水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喀纳斯湖的水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呢？最深的地方可达188.5米，是中国所有高山湖泊里名列前茅的存在。你要知道，正常城市里的居民楼，一栋30层的高楼也不过100米高。这意味着，如果把这栋楼倒插进喀纳斯湖底，可能还有一整层没有入水。188米是什么概念？那是普通潜水员根本无法下探的深度，甚至连很多中型潜水器材都无法长时间作业。这种深度加上湖底复杂的地形构造，给藏匿什么东西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科学家曾用多波束声呐探测器对喀纳斯湖进行系统扫描，结果出乎意料，湖底并不是平坦的，而是呈现出多重结构，有的地方像是台阶，有的地方像裂谷，有的区域甚至呈碗状凹陷结构，仿佛天然陷阱。而在湖底南端的一片区域里，声呐探测还发现了多个奇怪的垂直狭长通道，有些深度可达几十米，像是地下的通风井或者暗流隧道。这些地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自然迷宫式构造，比如墨西哥地下河系统或者冰岛火山湖的熔岩陷落。可喀纳斯地处高山，远离火山带，也不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域，这就让这种复杂地形显得更加诡异。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最常见的科学解释是冰川作用。喀纳斯湖是一个典型的冰川堰塞湖，也就是说，它最初是被冰川运动刮出来的盆地，后被冰川堵塞出口，形成湖泊。几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像一位冷酷雕刻师，在山体间刻下裂缝、塌陷和深坑，久而久之，积雪融水注入其中，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幽深如梦的湖水。但问题也来了，即便是冰川湖，为什么底部会有狭长纵深通道？难道冰川运动不仅推平地貌，还像地铁施工队一样留下了内部通道？这已经超出普通冰川地形能解释的范畴。于是有人怀疑，是不是这湖底原本就有古河道或地下泉网，在冰川融化后被新湖水淹没，形成了这种湖下藏湖的结构。这听上去像小说桥段，
但部分地质专家支持这一说法。他们提出，喀纳斯湖底的水文结构极其复杂，不排除在湖水之下还存在更古老的水体连接系统。这就意味着，如果湖怪存在，它不必永远待在湖面下，它可能通过地下水系自由穿行，甚至季节性迁徙。如果你在某天看到湖面毫无动静，那不一定是它不在，也可能是它出差去了别的地方。而让科学家更为警觉的是，喀纳斯湖底水温变化异常。一般湖泊越往下越冷，这没错，但在喀纳斯，有些区域的深层水温却异常稳定，甚至微微回暖。这一点曾经困扰了一批地质水文学者，后来在做进一步分析时发现，可能是湖底某些区域存在微弱热源，或者暗泉不断注入较温暖的地下水。而温暖的水体对于大型冷血动物来说，无疑是理想的栖息地。除了温度，湖水本身的透明度也值得一提。喀纳斯湖水全年清澈，在最佳状态下可见度高达12米，这在高山湖泊中是极其罕见的水平。高透明度意味着水中食物链相对丰富，也代表了优越的生存环境。这些数据堆叠起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人坚信这里确实具备藏着大型水生动物的天然条件。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离奇，那再说一个数据：喀纳斯湖的湖区磁场分布图在2008年被首次绘制，当时由一个科研机构携带便携式磁力仪在湖区周边多点采样，结果显示，湖中心附近的磁场波动值远高于湖岸，甚至出现了磁场断点。这是什么？正常湖泊磁场应当是均匀分布，波动极小，而喀纳斯出现这种跳跃式磁差，说明湖底可能存在高密度矿物、铁质岩体或者更神秘的磁干扰源。而这些磁干扰不仅让仪器受影响，也对水中生物的行为有可能产生微妙影响。要知道，很多水生生物是靠感知磁场方向来确定方位的。如果湖底真有这么一片磁场特殊区域，那么生活在这里的生物也极可能具备我们从未观察到的导航能力。这是不是又能间接解释湖怪有规律出没却总躲过捕捉的谜团？当然，科学界并未轻易下结论，但每当一组新的探测数据出炉，总有人在论坛发帖总结，喀纳斯湖底像一部高配密室小说，每一页都藏着一个暗门。我们站在岸边看到的只是水面、阳光和倒影，但在那之下，有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地貌结构、生物环境、热能分布和磁场变动。这些组合起来，足够复杂到制造出任何一种我们尚未命名的生命形式。所以，当人们把摄像机对准湖面，试图等待那个不知名的黑影再次跃出时，也有人蹲在实验室电脑前，把一组组水深参数、声波轨迹、温度曲线和磁场图层重叠分析。他们像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寻找湖怪，寻找那个不属于现有物种图鉴，却有可能在我们脚下缓缓游动的身影。喀纳斯湖怪可能是动物，也可能是现象，可能是真实的存在，也可能是所有异常背后最顺理成章的解释。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不再只是一个故事了，它是自然在某个角落留下的问号，藏在水底，藏在沉默的湖面之下，藏在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边缘。每当有人提起喀纳斯湖水怪，就必然有人补上一句：图瓦人早就知道这事儿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添油加醋的民间八卦，可你要真追进去，会发现这片湖畔的原住民图瓦人，确实早在任何录像和游客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歌谣、故事和图腾里，一遍遍地讲过湖里那个东西。图瓦人是新疆极少数生活在喀纳斯湖边的民族，他们语言接近蒙古语，有自己独特的木屋、音乐、服饰和信仰。这个民族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他们和这片水域之间的关系，不是利用，也不是征服，而是某种近乎敬畏的共处。他们认为湖是有灵的，山是有眼的，水面之下不只有鱼，还可能住着祖先未说完的话。有个流传最广的传说，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带着弓箭在湖边扎营，他猎杀了一只巨大的雪豹，准备把它的皮带回家。可半夜湖面升起浓雾，猎人听见水里有东西慢慢靠近，他刚想起来拉弓，却发现自己的箭根本动不了，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盯住。他当时还听到一种声音，不是水声，也不是人声，更像是低声哼唱。第二天，猎人的尸体被人发现飘在湖边，猎物不见了，弓箭也不见了。图瓦人说那是湖神在惩罚他不敬自然。当然这只是传说，但类似的故事不止一则。他们口中的湖中之灵常被描述为一种巨大的水中生物，身体像蛇，头部像马，背上长着黑色骨刺，眼睛在夜里会发绿光，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中国龙，但又不完全一样，更多带着一种混合拼接的神秘感。更有趣的是，这些描述并不是图瓦人近代编出来的，而是早在他们几百年前的口传诗里就已出现。还有一位老人曾唱过一段图瓦长调，那段旋律低缓绵长，歌词大意是：在深水里有沉睡的眼，它睁开时，山会静，树会歪，孩子不能笑，火不能跳。如果你对这种民俗有点了解，就知道图瓦人从不拿湖水开玩笑。他们认为湖怪不是怪物，而是湖的守护灵。你近它，它便不饶你；你动它，它便用湖水反击。图瓦人的仪式里也有相关内容。每年夏季祭水时，他们会朝湖中心撒牛奶、酒和面粉，祈求湖水平静，猎物充足。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感恩湖给予的一切，也是在安抚那位湖中之主。有一次，电视台去采访一个上了年纪的图瓦妇女，问她信不信水怪，她只说了一句话：你信不信不重要，她从来没问过你。科学家最初对这些传说不以为意，觉得这只是原住民对自然现象的拟人化解释。可当他们实际进入湖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很多现代异常数据与图瓦人的口述内容有惊人吻合。例如，图瓦人一直说湖怪不喜欢被看见，所以只在劲风的时候出现。科学家后来也发现，湖怪目击多集中在无风时段。图瓦人说他不喜欢声音大的地方，结果每次大规模游客聚集拍摄时，偏偏什么都拍不到。而且还有一段记录让人玩味。2002年，一支生物地理研究小队在图瓦村落住了一整周，试图挖掘他们的生态知识。结果一位年迈的图瓦猎人偷偷告诉他们，你们别老盯着湖面，怪不在水上，它在下面，在我们不知道的那条水路里。研究员当时一头雾水，直到2年后，他们通过水下声波绘图，发现湖底存在一个狭窄的水道，可能连通更深处的暗湖，这让当年那句话忽然多了几分可信。图瓦人的文化和这片湖的关系实在太深，他们的信仰、生活乃至音乐几乎都以湖为中心。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也相信每个自然之物都有自己的脾气。他们不像现代人一样非要找到证据，也不热衷揭秘，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与湖怪和平共处。你可能会问，这些传说是不是只是巧合？图瓦人是不是只是编故事自娱？但我们要知道，在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环境记忆，就是说一些自然现象会被长期存在于原住民的口述文化中，而这些文化的积累其实就是一种经验事实的传承。也就是说，他们未必能写出论文、画出地图，但他们知道什么时间不要下水，知道哪个地方动静大，
知道哪里看不见东西，但心里发凉。而这些口述经验常常比仪器更快抵达那个真相边缘。所以，当我们站在土瓦木屋旁的栈道上看湖，看到一望无际的碧波荡漾，不妨想象一下，或许在我们看不到的湖底深处，正有一双古老的眼睛在看着我们，而它不说话，不回应，不浮现，只是偶尔在风静水缓的时候轻轻浮出水面，然后又缓缓潜入那些图瓦老人口中的另一片湖。而在湖边木屋里，夜晚来临的时候，篝火旁的图瓦人还会继续唱他们的长调，唱湖的梦，唱林的沉默。他们不需要答案，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解释，有些东西只需要尊重。如果说图瓦人的故事像是湖边飘荡的歌谣，那国家科研队的进场就是给这首歌加了一段管风琴，声音大，设备多，态度也严肃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让喀纳斯湖怪进入科学研判流程的节点出现在2005年前后。那时各种目击报告铺天盖地，视频录像开始流传网络，全国好奇心被拉满，相关单位坐不住了，决定咱不能再靠听说了，是时候带着仪器亲自看看湖底到底藏着什么。于是一支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的综合科考小队在当年夏天悄悄进驻喀纳斯湖。他们来自水文地质、生物生态、湖泊演化、影像分析等背景，带着整整2卡车设备入驻，没打广告，也不搞直播，形式低调到什么程度？很多游客是看到他们架起那台像火箭炮一样的高频声呐，才反应过来，哦，好像真的有认真搞研究的人来了。这次科考的核心任务有3个：一是全湖区声呐扫描，看有没有大体型活动生物；二是布设水下摄像系统，全天候记录；三是提取水体样本，检测是否有未知生物 DNA 残留。先说声呐扫描，这个环节最关键的是主动声波，通过在水下发射高频波束，然后分析回波信号，判断湖底结构与活动物体。结果第一天就出状况，在东南水域约130米深处，仪器记录到一个不规则回波信号，体积大约在8到10米之间，速度缓慢移动，但没有正常鱼类扇形尾迹特征。技术员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沉木？可后续又多次探测，发现那东西位置会变，还会缓慢浮动，明显不是固定物体。但这个体块出现后，探测仪的信号频繁出现短时干扰，像是被遮挡了一样，仿佛某种电磁物质短暂影响了波束折返。科学家没敢妄下结论，只在记录上写了8个字：存在不明活动目标。你听听这语气，是不是已经有点紧张？接着是水下摄影系统，他们在湖底布设了3套自动记录摄像头，并附带诱饵，一些动物内脏和高蛋白肉块，目的是引来捕食者。摄像头安装在约60至100米深区域，每小时自动记录1次。前几天画面平静，只有偶尔游过的大鱼。但到了第4天凌晨4点17分，其中一台摄像头录下一个奇怪画面，左下角突然飘入一道巨大黑影，仅露出部分边缘，体表光滑无鳞。但从质地判断，不是塑料袋或浮物，而是一种带有肌肉结构的实体。它在摄像机前仅停留7秒就迅速离去，拍到的仅仅是靠近再远离的过程。但画面中水流明显受到干扰，鱼群一瞬间集体逃散，反应激烈。这段影像至今仍未公开，只在一篇会议论文中被引用了一句：湖底摄像记录疑似大型活动生物之局部影像，体型无法确认。如此官方又谨慎的表述方式，也让这段录像成为了湖怪谜团的黑匣子。
再来看水体 DNA 样本采集，他们从湖中多个深度提取水体，经过滤膜筛选后，试图找出环境中存在的生物 DNA。结果绝大多数样本都显示出正常鱼类信息，包括折罗龟、红鳍龟、北极回鱼等。但在几个深水样本中，有部分片段与现有数据库中所有已知淡水鱼类 DNA 均不匹配。简单说，就是查无此物。这个结果当时引起团队内部激烈讨论，一方坚持这是污染或提取误差，另一方则认为这可能是未知淡水脊椎动物的残留片段，值得进一步深入。可是，以上这些数据后来并没有形成公开出版的完整报告，只是部分片段在学术年会和内部简报中出现。于是坊间开始传出各种版本的封存论，有人说国家不想引起社会恐慌，有人说有关键资料未达验证标准，还有人说发现了点东西，但不能说太多。当然，也有理性派出来灭火，认为存在活动体不等于湖怪，黑影不能说明物种， DNA 偏差不代表新生物。但不管怎么解释，这场科研行动确实没能用科学盖棺定论，反而越描越悬。你以为他们会拿出一份清清楚楚的结论，写上无异常？没有，他们只留下几个关键词：不明目标、局部影像、未知片段，听起来比水怪还神秘。这也让人们更坚信，湖怪是真的。你想啊，如果真是个大鱼，塑料袋或者水下乱流早就公布了。越是沉默，越是难以解释，就越像是真的发现了点不该说的东西。后来又有几次小型科考陆续进行，但都没能再突破那个第一次的发现强度。相反，部分仪器记录还发生了莫名宕机，摄像头也拍到几次，湖底突然浓雾般的沉积物翻滚，疑似水体急剧扰动。可这些现象在科学视角下也难解释，毕竟喀纳斯湖没有大型入水河流，湖水也不常翻滚，它为什么偶尔会自己生气，搅乱一地泥沙？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一点，科学家也不是万能的，他们下湖也和我们一样，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透，总是玩躲猫猫的谜团。而这些口述经验常常比仪器更快抵达那个真相边缘，但最后带回的依然是模糊不清的线索与欲言又止的怀疑。喀纳斯湖怪不是让你用理性一击即破的存在，它像是站在知识边界外的一团水汽，当你接近，它就后退；当你质疑，它又悄悄浮现一些证据，不让你死心，又不给你答案。而我们这些围观者只能看着那群穿实验服的人一批批来，一批批走，数据堆在硬盘里，相机视频剪成10几秒未接短片，仪器搬上搬下，而湖水始终平静如旧，仿佛在说：你们呀，还早着呢。每当水怪这个词被提起，马上就有人摆出一副让我来理性分析的姿势，说别神神叨叨的了，那就是条超大鲟鱼。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毕竟鲟鱼确实能长得惊人，体型硕大，游动缓慢，背上还有凸起的骨板，甚至能在水面泛起阵阵波纹。这样一想，湖怪似乎就成了一场乌龙，一种被放大的鱼影误会。那么问题来了，鲟鱼说真能解释掉喀纳斯湖怪所有的怪事吗？我们先来看看鲟鱼到底什么来头。鲟鱼是现存最古老的硬骨鱼类之一，距今已有上亿年历史。它们常被称为活化石，因为外形从恐龙时代以来几乎没啥变化。它们通常生活在江河或近海水域，有些种类体型极大，比如白鲟、达氏鲟，成年体长可以超过4米，重量接近500公斤，是那种一个人吊不动的庞然大物。而在中国，折罗龟和西伯利亚鲟是喀纳斯湖中已知的大型鱼类，这两种都喜欢冷水、深水环境，
属于湖区食物链顶端的大哥级角色。它们确实也偶尔会浮出水面换气，或者在湖面翻身觅食，激起不小水花。于是有人就据此推断，湖怪根本不是怪，是这些鱼大哥在秀肌肉罢了。听起来确实合理，但也有几个让人疑惑的地方。比如那些所谓的湖怪影像中出现的黑影，明显比折罗龟体型更长，波纹范围更广，游动速度也更快。鲟鱼本身不以灵活著称，它们动作缓慢，更偏重下层水域觅食，一般不会大范围在水面横冲直撞。而不少目击者描述的湖怪则拥有像鲸鱼一样的动力性，甚至有 S 型摆动轨迹，这显然与鲟鱼的游动方式不符。还有一点最常被忽略，鲟鱼是鱼，它们有鳍有鳞，身体结构在水中游动时会呈现特定形态，比如左右摆尾对称运动。但喀纳斯湖的部分录像中，湖面划过的黑影呈现的是不规则蠕动轨迹，甚至像是整条身体在左右扭动。除非你告诉我这是一条练了瑜伽的鲟鱼，否则它的动作方式就很难与已知鱼类匹配。再来一个让人皱眉的细节，很多目击事件都提到群体出现，比如1996年的一次集体观测中，有人声称看到7、8个黑色波峰同时浮现，彼此距离均匀，像一列缓慢移动的水中长龙。这不是一条鱼能做到的，哪怕是鱼群也不太可能保持那种整齐划一的队形。鱼群活动通常是散乱的、灵活的，为了逃避捕食而成随机分布。而湖怪群体这种整齐阵列的浮现方式，更像是某种社会性动物或者多个个体但协调的未知生物。支持鲟鱼说的科学人士当然不会被这些细节轻易打倒，他们举出案例，说国外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加拿大的大奴湖曾多次出现湖怪传说，但最终被证实是一种巨型鲟鱼误入浅水区。俄罗斯贝加尔湖也曾有幽灵鱼传闻，后来发现是某种变异鲈鱼，体型超标，吓坏了几位浮潜员。于是他们下结论，喀纳斯湖怪多半也是一场光影加鱼的幻觉，是偶然的，是可以被解释的，是不值得神秘兮兮的。但我们还是要问一句，那解释不了的部分怎么办？比如那些水下红外探测出现的巨大热源，难道鲟鱼也发这么多热？比如某次无人船记录到的电磁干扰区域，鲟鱼怎么带电？比如水体 DNA 采样中提取的不明生物基因片段，又是谁留下的？这些都没法用一条大鱼轻易划过。再说，如果只是鲟鱼，那几十年来那么多专业摄影师、科研队伍、媒体记者、民间探险者，他们投入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就为了一张大鱼的合影，你不觉得这结局有点太草率了吗？鲟鱼说像一个科学的止痛贴，贴上就不疼，但贴久了你会发现它根本没摸到痛点的根。他试图用已知去覆盖未知，用常识来安抚好奇心。可喀纳斯湖的那些谜团不是怕被解释，而是怕被敷衍。当然，也并非全盘否定鲟鱼的存在感，它们确实生活在这片湖中，是这里的老住户，在生物链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目击报告，部分模糊影像，确实有可能是他们引起的。但要说整个湖怪传说都由它们构成，那就好比说所有 UFO 都是气球一样，不是不可能，只是过于轻飘飘。后来有人尝试把鲟鱼说进化成鲟鱼加 X 假说，即认为在湖中确实存在大型鲟鱼，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尚未归类的未知生物。鲟鱼只是喀纳斯湖生物世界的一部分，湖怪之谜并不等同于大鱼。这种说法反而更有弹性，它允许科学存在，也尊重未知空间。说到底，鲟鱼说不是错，它只是太急着结束讨论。
就像你看到一幅画，有人说这只是一抹涂鸦，别认真，但你总觉得那涂鸦下面好像还有别的颜色在等着被看见。而喀纳斯湖水面之下，真正的图画大概也正是这样，一半是清晰的寻鱼灵光，一半是我们还未读懂的暗影身影。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喀纳斯湖边的观景台上，看着那一整片蓝绿交融、被山影包围的湖水，你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个谜。不是那种靠人工布景搭出来的神秘，而是一种天然带感的未知感。它太深了，太静了，太不像平常的湖，而这一切都要从它的身世说起。喀纳斯湖不是谁挖的水塘，它的历史比我们祖先都长，它是冰川造的。几万年前，第4纪冰川运动强势进场，像个雕塑家一样，把这一整片阿尔泰山区雕刻的沟壑纵横、峡谷交错。那些像铁犁一样推进的冰舌，在山体上碾压出一道道 V 字形的深谷，然后逐渐融化，把雪水留在那些天然凹地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喀纳斯湖。所以，它是个冰川遗产。这也解释了它为什么这么深，最深处188.5米。换句话说，它原本不是给人看的，是自然在修行时不小心掉下来的一个雕刻碎片，偏偏掉得很完美。这种深度，这种起源，也带来了很多与众不同的特质，比如湖水的颜色。喀纳斯湖有时候是蓝的，有时候是绿的，有时候是混在一起的宝石色。科学解释是，湖水中含有大量冰川磨蚀形成的盐粉，这些极细的矿物质悬浮在水中，会随着光照、角度、时间、温度的变化反射出不同颜色。你站在湖边看到的湖色，可能比你相机里拍出来的还梦幻。而这片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水缸，它是活水。湖区有多条溪流注入，湖水最终从西南方向流入额尔齐斯河，再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汇入北冰洋。这使得喀纳斯湖变成了中国唯一一条水系最终归入北冰洋的内陆高山湖泊。这个水文结构让它具备了某种特殊属性，它是一个拥有出口的湖，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湖水流动意味着湖底可能存在天然通道，不是简单的地下泉眼，而是那种大尺度稳定存在的水下走廊。如果喀纳斯湖中真的藏有什么大型生物，那么它不是被困在这里的，它是可以出入的。换句话说，如果湖怪存在，它可能根本不只是喀纳斯的居民，它有可能只是来暂住的访客。科学家在2010年进行湖底声波穿透扫描时发现，湖底确实存在不止一条潜在水道，尤其是在湖区西南部，那里有一条较深的水下裂谷结构，一直延伸向更远的地带。有种说法是，那是一段旧冰川时期留下的留痕沟槽，但也有人猜测，那很可能是某种地下暗河的一部分。这些推测当然还远未被证实，但已经让喀纳斯湖的湖怪潜藏地从单一的湖心扩展到了整个地下水系统。而在这些地质基础之上，还有更让人着迷的现象——湖水翻腾事件。你可能以为湖泊就是一潭死水，风一吹，浪一打，顶多晃两晃。但喀纳斯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特定区域出现大面积沸腾式波动，尤其是夏季午后或者秋季清晨。当地人叫它湖心翻腾，它不是风浪，而是从湖底冒上来的水柱带着泥沙和细碎石粒，像锅里翻滚的汤，短时间内让湖面颜色变深，温度微降。最初人们以为是地下泉眼的周期性喷涌，后来有科研人员使用水下压力计测试发现，翻腾时湖底水压会突然上升数值，仿佛有某种东西在快速上浮。
有时候还伴有微小的地震波动。虽然没有震感，但数据层面确实在动，这让人很难不往生物活动上联想。而这种水体运动很可能就是某些目击者看到湖面黑影快速移动的物理基础。不是每次都是湖怪现身，但这些地质活动为它的出现提供了舞台。再者，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喀纳斯的气候。高原寒带气候意味着这里一年只有3个月是适合探测的，其余时间湖面会结冰，温度骤降，几乎无法进行有效观察。这反过来加剧了目击事件的稀缺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看不到湖怪，而是大多数时间都错过了它。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喀纳斯湖所处的阿尔泰山是整个欧亚大陆上少有的一个多界交汇地带。它横跨东亚、蒙古草原、西伯利亚森林与中亚干旱区，地理学上称为生态交融带。换句话说，这里是动植物物种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个生态多样性也许让某些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生物有了意外留宿的可能，比如从北冰洋方向迁徙的冷水鱼类，比如适应极寒水域的深层无鳞鱼类，又或者某种未被分类的边缘物种。它可能不多，但足够大，也足够神秘。它们不是科幻，不是童话，而是自然系统中的统计误差。就像深海探测时偶尔抓到的新物种一样，在我们未观察到的湖底，有没有可能也藏着几个编号未定的存在？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质现象，湖底塌陷区。部分地区由于古冰川沉积物分布不均，在压力变化时可能发生微型崩塌，形成局部凹陷。这些区域在地质图上显示为模糊块，声波在这些区域返回速度变慢，回音不清晰。科研人员推测，那些地方可能存在天然洞穴结构，是所有地质学家都最想钻进去看看的地方。而喀纳斯湖正好具备这些模糊区，它像是一本书，有些页码你可以读清楚，有些页码被撕掉了，你知道它原本写着什么，但你就是没法复原。所以，当你看到一段视频里湖怪划过湖心的身影，不要急着笑，它不清晰。你该想的也许是它背后那片湖底地貌，是不是我们根本还没翻到的那几页？科学不是万能钥匙，但它让我们知道门的形状，而喀纳斯湖就是那一扇深不可测的大门。它以地质的方式，用冰川、暗河、磁场和岩层，守着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解开的故事。我们以为水面之下只是安静的沉淀，其实那里也可能有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另一种时间。你可能早就猜到了，一旦湖怪这件事火出圈，它就不仅仅是个自然谜团了，它开始被讲、被传、被包装，也被消费。是的，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神秘事件能逃过一场旅游经济学的洗礼，而喀纳斯湖的湖怪当然也不例外。最早一批吃螃蟹的是当地的导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水怪3个字胜过100句风景描述。于是从某年开始，湖区旅游巴士上多了这样一句口播：各位游客请看左前方，那是喀纳斯湖，据说湖中有神秘生物出没，至今无人能证实它的真身。你听听，多利落，既吊胃口又不负责，完美激起了游客的好奇心。很快，水怪变成了喀纳斯的非官方吉祥物。湖边纪念品摊位上，一排排长脖子、驼背、背鳍大大的布娃娃赫然在列，价格从30元到128元不等。有商贩调侃说，你拍不到水怪没关系，回家至少能带一个。而捕捉水怪失败但买了周边的游客，简直比看到水怪的人还多。当地餐馆也很会蹭热度，某些饭店推出湖怪套餐，摆盘时把红烧鱼摆成 S 型，还在边上点几滴酱油，模拟湖水波纹。你说这创意用在考公题上，
怕不是要拿个 A。再往下，连厕所门口都贴上标语：蹲累了，狐怪也没找到，歇歇脚吧。当然，更厉害的是宣传片。有一年，地方文旅部门拍了一条短片，主角是一位游客在喀纳斯偶遇水怪幻影，镜头从现实切换到梦境，伴随着悠扬的图瓦长调，那条虚构的狐怪在镜头里若隐若现，最后化作一束光消失在湖中，看得人一愣一愣的，分不清到底是在推广自然风光，还是在卖一个情绪。可效果确实不错。第二年，游客量直接突破历史新高，连带周边酒店和民宿价格也飞涨。问题来了，当狐怪成了摇钱树，它还是真实的吗？又或者，它已经从一个谜团被包装成一个 IP？ 这不是危言耸听。喀纳斯狐怪话题最火的时候，甚至有外地团队专程跑来拍伪纪录片。他们在湖边找几个演员游客，安排好拍摄机位，然后制造有人看到黑影的戏码，最后再剪辑成视频上传平台。视频一经发布，立刻上了热搜，评论区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直到有人认出片中演员，才戳穿这场伪装。这事儿引起不小争议，但也让人意识到，只要有热度，就会有加工；只要有流量，就会有炒作。水怪从一个未知生物变成了一种参与感商品，你拍不到它，但你可以参与它；你看不到它，但你可以讲它的故事，买它的公仔，住它的主题客栈。甚至有营销课程直接把喀纳斯狐怪案例写进教材，说这是用传说带动区域经济的典范。学生们要分析这个 IP 的生命周期、粉丝情绪走向、文化资产再利用。那你说，狐怪到底是动物还是流量符号？还有更夸张的，有一年某平台推出在线看狐怪活动，搞了个24小时喀纳斯湖直播，镜头一直对着湖面，弹幕刷得飞快，来啦来啦，黑影黑影，哦不，那是只鸭子。看着这些评论，你可能笑出声，但平台官方在活动结束后总结了一组数据，单场累计观看达200万人次，评论破10万，带动喀纳斯相关搜索量上升320%。这场水怪经济狂欢中，谁是赢家？显然是相关从业者和产业链条。旅行社更好卖票了，餐馆酒店生意更旺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更有说头了。而游客呢，他们收获了故事、照片、打卡、体验，还有那些坐在观景台上等了3小时却连个水花都没看到的无奈。但他们没抱怨，反而笑着说，虽然没看见怪物，但看到了比怪物更热闹的人。讽刺吗？其实也不见得，毕竟人来旅游不是为了科研，是真心想在喀纳斯的清晨看一眼奇迹，哪怕这个奇迹只是传说，也足够值回票价。甚至有人说得好，你说它是假的，我承认，但你说它没带给我惊喜，我可不答应。那水怪有没有被过度消费？这问题见仁见智。有生态学者担心，过度营销可能破坏湖区生态，干扰野生动物，打破原住民生活节奏。也有人提醒，如果狐怪变成了纯粹的营销工具，哪天热度过去，它会不会就此退场？换句话说，这个故事还能讲多久？能不能讲得回来？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图瓦人对此的反应。他们没太多参与这场热潮，也从不主动讲水怪赚钱故事。他们依旧安静地守在湖边唱歌、放马、喝茶。有人问他们，怎么不做个水怪民俗村？图瓦老人只淡淡说，湖怪是湖的秘密，不是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这句话像一杯凉水泼在热闹的宣传海报上，提醒我们，神秘的意义不是拿来变现，而是拿来敬畏的。你可以围观、追问、拍照，但别忘了，它本质上
是你永远无法接近的那一片未知。喀纳斯湖怪或许终究是一场巧妙叙事，也可能是一个藏得极深的真相，但无论是哪一种，它都已经不只是一个生物的猜测，而是成了人们共同想象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或许最稀缺的不是证据，而是一段让人愿意相信的传说。而水怪恰好满足了这个空缺，它未必存在，但它从未离开过。在所有与喀纳斯湖水怪有关的传闻中，最让人抓耳挠腮，却又最少人敢深入讨论的，莫过于那几份神神秘秘的旧档案。他们没有公开出版，也不在书店售卖，更没有记者敢直接报道。但在某些科考队口中，某些研究所、茶水间，甚至地方老干部的饭局上，总会被轻轻提到一句：喀纳斯那边几十年前就有人写过点东西，不过疯了。你听听，多像肥皂剧的开头。话说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局和地质勘察队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前往喀纳斯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找湖怪，而是为了勘测地下水资源，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水工程。他们的设备相对简陋，大多还是苏联老款仪器，但人员很专业，行动也极严谨。奇怪的是，考察刚开始3天，就有人在夜里写下了第一份异常报告。内容不长，只是说，在一次常规水深测试中，仪器在湖心区域出现严重异常波动，传感器短时失灵，数据连续跳值，类似受到了强磁干扰。这本来也不是啥大事，在那个年代，仪器出点毛病很正常。但问题是，第2天早上，那块测试区域水面出现了奇怪的状况。有3个队员亲眼看到湖心像沸腾了一样，水面剧烈翻滚，然后迅速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队长很谨慎，他把这事儿记在了日记里，并上报了上级，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结论，只是把仪器送回校验，然后换了块新设备。原以为事件就此了结，结果过了没几天，又一件事发生了。这次更直接，一个夜班的看守队员凌晨在湖边执勤，突然听到湖里传来一阵连续低沉的咕隆隆声音。他当时以为是山体滑坡，连忙拿起望远镜往山上看，结果啥都没有。可湖面却泛起了一圈又一圈均匀的涟漪，就像是有个巨大的东西在湖底慢慢移动。他吓得退回帐篷，事后把这件事写进了调查日记，日期是1979年7月12日，天气晴。你可能要问，这些记录有什么用？不就是几段主观描述吗？重点就在后面。这次考察结束后，队员带回了一整箱数据资料和调查笔记。原计划是交给地质局资料室归档备查，结果资料刚交上去没几天，就被通知转送至自治区科技情报中心，编号为喀纳斯 A 文件。此后，这一整份资料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出版物或文献中。有知情者说，那些记录逻辑不清，内容模糊，科学性不足。也有人说，有些东西不好解释，不适合对外，这让它变成了传说中的封存档案。多年后，这批资料中的一部分被一位退休人员带到科协年会上做内部讲座。他只展示了3页复印稿，一张是手绘湖底剖面图，标注了几个高疑点区域；一张是声波扫描图，中央有一段明显异常反射；还有一张是考察队一名成员在日记末尾写下的一句话：他不会一直躲着。这句话成了那次讲座的压轴台词，没有解释，没有注解，全场沉默了几秒。有人低声说：“你说的是他。”他点点头，但再没多讲。再往后，这批档案就成了圈内秘密。你在网上搜不到他的电子版，也看不到清晰扫描图，只有一些模糊传闻和零星引用。有人曾试图用档案编号申请查阅，
但几次都以资料尚未解密为由被拒绝。这种神秘反而让它更像个引子。有人说，那些资料其实暗示湖底有某种具周期性活动的物体，并可能具有对低频声波的反应行为。还有人坚称，考察队当年其实拍到过一次湖面突现黑影的照片，但因画质太差而未被采信。更诡异的是，在那些资料封存后的2年内，曾有一支外籍科研小组申请进入喀纳斯湖进行生态调查。他们声称只是研究北方冷水鱼种分布，但提交的研究计划书中明确提到要使用深水投影雷达和超低频扫描仪。这些设备远远超过普通生态研究所需，像是专门用来搜东西的。可惜这次申请最终被拒，理由是环境保护因素。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听说有国外设备进入湖底核心区域。有人猜测，当地其实早已设定了某种观察底线，不能让不明势力带着未知目的进入湖心，尤其是在所有奇怪事情都未被解释之前。还有一次更隐晦的记录，是在某个地方文史馆的志书中出现的。当时讲的是1982年某工程队在喀纳斯湖附近进行测绘施工，忽然全部无线设备失灵，持续大约10分钟，过后自动恢复。工程负责人在记录中写下类似静电爆发，但范围不明。这条记录后来被剪掉，存档版中不再出现。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拼凑起来，像极了一部还没上映的悬疑片预告。他不给你答案，只给你线索，不给你图纸，只丢下几枚螺丝钉。所以你问那些被封存的档案真的藏着什么吗？有没有可能他们记录的其实是比水怪更复杂的某种现象？也许它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种机制，一种从未被完整解读的生态异常。也可能它就是一种生物，只不过它的出现规律、活动方式、存在形态都已经超出我们对水生动物的基本认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信这些档案，毕竟没有公开，没有证据。但你得承认，每一段模糊信息的存在，都是对我们认知边界的一次轻轻敲打。它像一个老朋友，隔着窗户跟你打招呼：“嘿，你还记得我吗？”而那个“你还记得我吗”的声音，正是湖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到底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想知道它是什么。当喀纳斯湖的水怪风声传得越来越广，不只是国内科考队和旅游博主起了兴趣，目光早已越过国境线，飘到了那些对未解谜团格外上心的国际研究者面前。别小看这些老外，他们不光爱追 UFO， 研究百慕大三角，还特别热衷各种湖怪现场。从苏格兰尼斯湖到加拿大奥肯内根湖，全都不落下。而喀纳斯湖的神秘故事一经传入国外，那些专家们立刻来了精神。最早对喀纳斯湖怪表示浓厚兴趣的是俄罗斯水生生物研究协会，毕竟地缘相近，生态类似，加上额尔齐斯河最终流向西伯利亚，他们一直都把阿尔泰山系当成共同研究后花园。大约在2007年，一支来自新西伯利亚大学的水下生态团队主动联系中方科研机构，希望能共同开展一次湖区未知物种探索项目。项目开始阶段还算顺利，俄罗斯团队带来了几套他们自研的水下高频摄录系统，其中一个亮点是可以在零光环境中拍摄全高清影像。他们在喀纳斯湖边住了2周，日夜轮换布设设备，甚至用拖网系统采集了大量水体微生物样本。结果出来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在几份水体中确实检测到了几组不属于已知淡水生态链的微型 DNA 片段，这与中国科考队在2005年采集样本时的结论惊人一致，都是查无此物。俄罗斯团队在报告中极为克制地写道：数据表明，
水体中存在未知生态成分，但尚无法明确其生物源属性。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水里有别人没见过的东西，但也不敢直接说是湖怪。不过，最令人侧目的是他们在深水摄录中拍到的一段画面。画面中，一道模糊的黑影在摄像机可视边缘缓慢划过，带起大片微细颗粒翻涌，光影无法穿透其体表，轮廓不规则，且边缘可见类似水生动物的皮肤褶皱纹路。他们并没有将此画面大肆宣扬，只在内部研讨会上播放了一次。据在场人士回忆，那不是鱼，不是蛇，更不是潜水员，那是某种我们没见过的东西。这段视频后来被保存在莫斯科某科研机构的数据中心，未向外公开，理由是尚无法验证真实性。而这个未知华影成为后来多年间国际水生谜团交流会上的传奇素材。你总听人提它，但从没见人真正放出来。与此同时，另一支来自瑞士洛桑大学的湖泊生态研究团队也盯上了喀纳斯。他们原本长期研究阿尔卑斯山高山湖泊，专注湖泊水文动力学。当他们把喀纳斯湖的地貌数据输入自己建模系统后，得出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该湖在特定气压条件下，其湖底存在可容纳10米以上自由游动体的天然静压洞穴。简单说，就是喀纳斯湖底存在一种稳定、安静且完全不透视的巨大空间，理论上可以藏一艘小型潜艇或者一只未命名水生动物。他们提出的假设不是有怪，而是地貌允许怪存在。这在国际学界里算是非常有分寸又富有哲理的表述。更关键的是，他们推算出这些静压洞穴大多集中在湖底南部复合裂缝群一带，恰好也是中国多年来湖怪目击最频繁的区域。这些国际研究团队并非玩票性质，他们带着专利级仪器，花了大笔经费进行严谨采样、交叉比对和地质回测。他们冷静、敏锐，却在数据面前悄悄把眉头皱了起来。2015年，法国的一档科学纪录片《Mystère des Profondeurs》深渊之谜，专门拍摄了中国神秘湖区喀纳斯湖作为压轴登场。片中采访了数位外国生态学家、地质学者和物理专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我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个湖。那集播出后，在欧洲科学圈引起了不小讨论，不少年轻研究员甚至主动申请来中国读研究生，就为近距离接触这个深藏不露的湖泊。而在更专业的领域，比如环境声学、地磁学、微生物分类学等，越来越多的国际文献开始引用喀纳斯湖数据，尤其集中在2个关键词：不稳定湖底反射带和非定向生物生源。这意味着在不同研究领域里，喀纳斯湖开始从神秘故事升级为值得深研的复杂系统。当然，这些国际专家也不全都认同湖怪说法，很多人明确表示反对，将湖怪视为文化象征，更愿意将全部目击现象归类为误解加自然干扰加文化催化。但不妨注意一点，他们否定的是湖怪的名字，不是否定湖里有没搞懂的东西。而在这场全球学术围观的过程中，喀纳斯湖的水怪故事反而变得更高阶了。它从一个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变成了一张被国际科研界反复研读的数据图表。它不再只是看到了没，而是为什么这地方的物理数据总不正常。可是，国际专家的介入并没有打断传说，反而加深了它的厚度。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不是我们在编故事，而是我们的故事终于引起了外人的兴趣。而喀纳斯湖就像一个耐心又傲娇的主角，站在高原水雾中，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所有窥探。你可以来，你可以看，但你永远得不到一句"我是谁"的答案。
这也许正是狐怪传说能存活这么久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吓人，而是因为它始终没被谁彻底掌控；不是因为它有画面，而是因为它不提供结论。于是，当瑞士工程师打开模拟图时，当俄罗斯学者研究那段水下黑影时，当法国纪录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时，他们可能都听见了同一个湖水低语的声音：你看不懂我，是因为我还没打算让你懂。水怪要真藏在湖底，那得藏得多深、多黑、多静。这些年，不管是摄影师、地质学者还是游客，各种望远镜、声呐、直播、无人机都试过，可他始终只肯蹭个边，绝不来个正脸特写。于是到了2021年，一个几乎没人注意到的夏夜，有个团队决定赌一把。他们派了一台无人潜航器潜入了喀纳斯湖底。这不是普通的拍抖音机器，而是一台带夜视摄像、热成像、声波回传和压力反馈系统的深潜机器人，代号 SPX， 设计前深达200米，专门为高寒高压湖区设计。据说这次行动是一次科研级技术试验，但外界几乎没人知道这台机器的名字是怎么出现在喀纳斯项目表里的，更没人知道它到底拍了什么。夜航开始于7月15日凌晨2点，所有人都走了，游客都睡了。喀纳斯湖像块冻结的蓝石板，平得像没有呼吸。研究小组在湖东岸一个不起眼的浮台上放下了 SPX， 控制室里点着一盏弱光灯，监控屏上的光标1毫米1毫米地往下走，10米、30米、50米，直到130米，它进入了一个声音变慢、水压开始跳动的区域。操控员说，那一段水层的温度比上面暖了接近0.6摄氏度。按理说越往下越冷，但偏偏这里反常，就像水底有一股微弱但稳定的暖流。他们叫这个区段静层，因为在这一深度水流极慢，沉积物几乎静止，像一个水下真空层。然后事情开始变得古怪。首先是声呐画面突然飘了一下，图像左下角闪过一道淡淡的拱形线条，不到1秒就消失了。操控员以为是系统抖动，可当他调取热成像辅助画面时，在那个位置确实残留了一点比环境温度高0.8摄氏度的热寂。湖底不是锅炉，怎么可能有温热物体？而这段画面后来经过10几次回放、对比、滤波，都无法确定那到底是水生物的热反应，还是设备自身问题。紧接着 SPX 收到一个极弱的声波反馈信号，低频、震动，没有模式，却不来自操作台，像是某种低语，也像是一道缓慢拍打的节奏，从湖底传来，然后在水中慢慢消散。工程师形容那个频率像是一只戴着手套敲桌子的声音。他们继续下潜，来到约162米深的地方。SPX 的灯光打在一处岩石结构上，画面一片灰暗。但在视频记录第42分钟时，右上角突然有一个细长物体迅速划过镜头，长度目测超过3米，仅出现不到2秒。它没有尾鳍，但有明显的体结痕迹，像是某种长而柔软的结构。你可以理解成电缆晃动，但问题是，水下没有电缆。你也可以说是沉积物上浮，但那一刻水层几乎无流，物体划过的轨迹反而带起一阵反涡。SPX 试图追踪，但摄像头自动聚焦，系统突然短时失效，画面模糊了整整30秒。当画面恢复，什么都没有了。系统并没有崩溃，也没有故障提示，就像那段模糊是他自己选择不记录清楚的。到达190米的那一刻，操控员选择停止下潜，不是因为机器到极限，而是因为前方的水层中出现了密集的微粒状反射点，像是某种水雾或生物密集体。SPX 尝试前进了2米，
然后在操控台上弹出高压警示提示，操控员决定安全起航。上浮过程中没有再出现任何异常，但那一整段录像被全部保存在本地磁盘，取名为 LKN-13 Night Dive。次日，项目组成员被召集闭门会议，据说讨论持续了3个小时。之后，这次夜航行动的全部资料被归档并打包送至数据处理中心。项目对外口径则只有一句话：设备测试圆满完成，水层稳定。可知情人员私下透露，那段录像中捕捉到的画影、热源与频率波形，跟此前多年间所有湖怪目击数据几乎高度重合。最巧的是，这一次夜航日期与历史目击记录高频日几乎重合，7月中旬凌晨劲风期。这是否说明水怪在那一刻真的在？可就在几天后，有游客在附近湖边散步时，拍下湖面突然出现一圈巨型水涡的视频，传到网络，热度不小。视频拍摄时间刚好是 SPX 夜航后的第2天凌晨，同样的时段，同样的位置。水面上没有风，没有雨，只有那一圈像硬币一样平整旋转的水圈缓慢扩散，最终消失。有人开玩笑说他在说再见，但谁知道他是不是在说你们差点看见我了。潜航器记录到的东西不是答案，而是影子。没有人能用那几帧画面去证明水怪存在，但它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近距离的握手。他没开口，但他出现了，他留下痕迹，然后他依然保持沉默，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而这次行动之后，关于再次水下夜航的提案被暂缓执行，原因没有说明，设备仍留在湖区，但被封存，而那支科研队也悄然转场，没有留下任何媒体访问的痕迹。如果说之前的探索像是在猜谜，那这一次则像是真的看见了谜面的一角。你看，它离我们就这么近，近到可以在屏幕上看见它的一道划痕，又这么远，远到你无法触碰它的完整身影。湖底的黑暗，没有灯光能完全照亮，而有些秘密就藏在那里，不发光也不闪躲，只是一直存在。就算你再怎么坚定地相信湖怪其实是条鱼，听到这件事也许都会微微眯起眼。在喀纳斯湖，除了那道隐隐绰绰的黑影，还有很多，真的很多不太正常的现象。它们不像怪物那么好讲故事，但每一个单独拎出来细细一看，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我们先说最常被提到的磁场。没错，一个湖居然在磁场分布上不太正常。有科研小组曾带便携式磁力仪在湖区进行测绘，本来只想搞清楚湖底岩层结构有没有铁磁矿物，结果在湖心附近，仪器接连几次出现短时间的数据飙升。正常区域磁场强度应当平稳起伏，但那几段数据就像被人推了一把，突然上窜，然后又慢慢回落。开始大家以为是仪器故障，可换了设备，换了人，换了时间，那几块区域依旧有点跳。用研究员的话来说，就是好像湖心下面有个看不见的小马达，时不时转一圈。磁场异常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科幻片里看得多，大概会说是不是有什么地下能量源？但从科学角度看，更合理的解释是那片区域的地质结构或含铁矿物分布极为特殊，可能还存在细微的电磁流动现象，而这刚好是很多深海、极地湖泊中未解现象的共同特征。换句话说，大自然只要一想搞事儿，就能很有统一风格。再说动物反应，这一点更直接。不少图瓦牧民说，每年入夏的时候，自己养的马总会在靠近湖边某一小块区域时，忽然立马原地打滑，
眼神发直，然后死也不肯靠前一步。不止一匹，是一整批。有经验的老人干脆把那片地方圈了起来，立个木桩，谁也别靠近。而游客带来的狗也有类似情况。有个来喀纳斯骑行的青年说自己带着狗在湖边野营，晚上狗突然从帐篷里钻出来，对着湖中央不停狂吠，声音刺耳得很。他刚开始以为是有人靠近，结果打着手电一照，周围一片空旷，狗却一直瑟瑟发抖。第二天早上眼睛通红，几乎不敢再靠近水边。动物有时候比人类灵敏得多，它们不懂什么湖怪，也看不懂地图，但它们能感知某些我们忽略的异常。接着我们来说这个电子干扰。你可能不信，一个湖能让手机失灵，但确实有摄影师在湖区特定地段遇到过连续拍摄失效。不是没电，不是死机，而是刚准备按下快门，相机自动关机，再开恢复，再拍又关，换电池没用，换机位就好。更离谱的是，几次水下无人机作业时，信号中断发生在几乎相同深度，大约在湖底125米至145米之间的区间。这不是偶尔断线能解释的，这像是你只要敢靠近这儿，信号就消失。这类现象后来被解释为湖底磁干扰可能影响了信号稳定性，但那种规律性已经超出了偶然。你得知道，一台科研级无人机的防干扰能力不是抖音用的玩具机能比的。更奇怪的还有时间感错乱。这听起来像小说，但确实有人提到过，在湖边某些区域待久了，会出现时间判断混乱的现象。一个摄影师说自己设定15分钟间隔拍摄，但回放时发现时间间隔变成了17分钟。还有一次，他以为自己在原地待了20分钟，结果回到营地，同伴说他失联了整整1小时。你说这是注意力不集中？可同样地点，其他摄影师也出现类似体验。他们甚至用 GPS 校时，却发现设备时间和实际时间总差1到2分钟。虽说不大，但时间漂移在精准观测中，哪怕只有几十秒，也足以影响分析。这些细节级异常看起来都很轻微，但如果它们反复出现在同一片湖、同一个区域，甚至是同一深度，就不得不让人警觉。是不是喀纳斯湖深处确实存在一个我们尚未理解的生态区间？这个区间里，磁场、电波、生物反应、时间感知都被扭曲了一点点，不是剧烈异常，而是那种你感觉不对，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的状态。而这恰恰就是很多超常现象的特点，它不靠吓人，它靠让你慢慢陷入不安。也正因为如此，有研究员开始提议把喀纳斯湖列为生态物理复杂湖泊样本库，意思是它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更是物理条件叠加异常现象的样本湖。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在别处根本不会同时出现的小怪现象。这些现象单拎出来都不算神秘，但它们一起出现，又全部集中在一个有湖怪传说的地方，那画面就像你还没看到怪物，却已经置身于它设下的气场中了。而这股气场，或许才是湖怪真正的影子。你以为它是个游来游去的大怪鱼，其实它是一个区域，一段密集异常的自然片段，一块被标注了问号的生态坐标。你看不到它的眼睛，却能感到它在看你。你不认识它的形状，却每次靠近它都觉得风好像停了1秒。湖面像是在屏息。喀纳斯湖怪也许不是一条生物，也不是一段故事，而是一种现象的集合体。它不靠形象取胜，它靠你对万事皆可解释的信念轻轻刺了一下。他说，你知道的可能还不够，
很多故事到最后都会变得圆满，谜题解开，线索合一，真相浮出水面。但喀纳斯湖怪的故事却恰恰相反，它越讲越深，越查越乱，越多的人靠近，谜团反而像湖水一样更加浑浊了。于是这最后一章不是给你一个答案，而是想问一个问题：当所有调查都归零，我们真的了解这片湖了吗？喀纳斯湖怪存在吗？这是所有人最想得到回答的问题。几十年来的目击、录像、声纳图、潜水记录、动物反应、国际研究、神秘档案，全都指向一个事实：这片湖的确不正常。它不像一般湖泊那样安静透明，它底下藏着某种让人无法轻易归类的东西。我们试图把它命名成某种生物，用鲟鱼说、活化石说、未知鱼类说去解释，也有人把它归入文化，视作图瓦人神话的延续，是一种生态神秘主义的体现。还有人说，它根本不是生物，它是一种现象的总和，磁场、地质、水温、电波、生态扰动，全都在它身上汇聚成了湖怪这个名字。但越是这样，越显得它无解，因为它不在你的分类系统里，你没法给它一个确定的轮廓，也不能把它关进一个定义里。它不是鲸，不是蛇，不是影像合成，不是营销伎俩。它像是自然本身在告诉我们一句话：你知道的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在2023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表现得最明显。当时几位来自生态、地质、动物行为、图像识别等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试图用 AI 分析过去30年所有湖怪视频的共性。他们本以为能得到一组数据模型，至少推导出它可能是什么。结果 AI 最后输出了一组模糊建议，呈长条状，具备灵活运动性，不符合任意现有鱼类行为轨迹。简单说，就是连人工智能都不敢妄下结论。与此同时，一些民间观察者开始转变思路，他们不再问湖怪是什么，而是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对它着迷。你会发现，每年都有新一批人来到喀纳斯，有的是真科研人，有的是探险爱好者，也有很多人就是单纯想来湖边坐坐，看一眼它可能会出现的地方。这些人也许不会看到任何黑影，也没带声纳设备，但他们会在湖边安静地待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望着湖心，就像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响的钟声。这是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对未知的敬畏。在信息如此透明，地图如此清晰，百科全书能秒出解释的今天，我们早就习惯了凡事必有答案。但喀纳斯湖怪提醒我们，有些事就是没答案，有些地方注定留白。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想象的力量。你以为只有答案能安抚人心，但有时候未解的故事更能让人沉醉。你无法证实它的存在，也无法彻底否定它，于是你只能怀着一点点好奇，一点点迟疑，一点点浪漫，继续关注它。就像一个永远不回短信的人，但你还是每天会看一眼屏幕。而湖怪这个角色也悄悄完成了身份转变，它不再是一个被科学捕捉的目标，而是成为一种文化中的空位，一种由传说、录像、科学、玩笑共同编织的现代神秘符号。你可以说它是中国版的尼斯湖怪，也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代人关于未知的最后一块梦境。它没有脸，却有个性。它从不说话，但我们都知道它存在。所以这故事到了这里并没有终点，因为真正的喀纳斯湖之谜从来不在湖底，而在我们对湖底的想象之中。是你听到一段风声，猜它是不是低语；是你看见一圈水纹，忍不住猜它是不是身影；是你在沉默中看到可能，在未解中感到兴奋。而每一个相信它可能存在的人，其实都在参与它的塑造。
如果有一天狐怪真的现身，你会高兴还是失落？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它就不再是神秘的它，而是被归类的这是什么？但你我都知道，那就不浪漫了。喀纳斯狐怪不需要现身，它只需要你相信，它正在那里，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全部意义。好了，我们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喀纳斯湖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块深色的镜子，映着天上的星、山间的雪，还有人们未曾说出的想象和好奇。也许你已经在脑海里描绘出了它的样子，模糊却温柔。也许你开始怀疑那黑影是否真的存在，但没关系，这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让我们轻轻放下问题，不急着找答案。世界总有一些地方是留给梦的。闭上眼，你还会听到水声轻响，那是狐怪在夜里游动的节奏。它不会来吓你，它只是悄悄路过，像每一个在你心里浮现又消失的神秘身影。今晚你听了很多，也该让思绪慢慢沉到水底，就像一艘无人小船划进了寂静的湖心。愿你在梦里也能在湖边走一走，说不定就真的遇见了他。朋友们，好梦。